大家好，我是准时更新从来不割的星辰。2023年3月，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喜上眉梢。面对前有皇家海军大驱抛锚、航母漏水，后有空军士兵开发迫击炮等诸多丑闻，一向被诟病将军比坦克多的陆军却传出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寄予厚望的未来战车出现重大转机，计划重回正轨，有望2029年达到全面作战能力。虽然至今已耗资55亿英镑，但仍在批准预算水平之内。虽然有数十位测试士兵耳膜被震伤，但噪音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其中的重大改进，采用更好的坐垫和耳罩，更是得到华莱士的盛赞。不过很快下议院斗兽场的老爷们站出来，给了国防大臣一记重拳。所谓的重大转机，实际上原计划2017年交付战车，至今拖了6年，丧事喜办了属于是。更令人暖心的是，截至2024年12月，国防部已向通用支付了超40亿英镑，但仅接受了44辆实验车。前皇家海军司令斯皮特黑德勋爵在议会痛斥陆军马路，无论怎么粉饰，该计划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当消息传遍世界后，旋即引得友邦惊诧噪音延期55亿究竟是何种神器？有请本场主角，通用设计的伟大佳品，英国制造的工业杰识，朱姆沃尔特的陆上兄弟，滨海战斗舰的骨肉同胞，21世纪最伟大的栖升器阿贾克斯步战车。众所周知相比于横行世界的日不落舰队，英国陆军的存在感一直比较感人。唯一的热搜来自早年坚持反帝反封建，创造了英国唯一一位国王摸不着头脑的壮举。德国宰相俾斯麦曾被问到，如果英国陆军登陆德国怎么办？他笑着回答，派一名治安巡警去逮捕他们。经过数百年传承伦敦老爷们手持屠龙刀，将坦克数量从1990年的1200辆削到2021年的227辆。而当年陆军准将及以上的将军超320人，如此加计也只有坐拥69艘舰艇以及超100位将军的英国皇家海军能与之媲美。当然了，戴英如此下狠手，倒不是想取消陆军，因为在议会老爷看来，苏联没了，坦克过时了，老美都开始改坦为车，咱戴英更应该发展机动性更强的利器战车。早在1996年，英国国防部公布了一项宏伟蓝图，采购4000辆装甲战车，代号未来快速反应系统。很快戴英便与同样需求的美国一拍即合，共同研发。经常看星辰的都知道，作为以认真细致著称的印属不列颠，英国可是航母高铁动辄筹划10年的国家。英国还是船还没造好就贷款吹牛的国家。英国军人更是因为质疑游戏平衡，直接把自家坦克绝密数据论坛发表的神人。这次也不例外。合作刚开始，成功触发10万次找茬，什么设计太废什么单价400万美刀太贵，如此反复锤炼下，美军决定终止合作。随后，英国又投奔了法德联合的全狮犬装甲车，但遗憾的是，一个要色彩斑斓的黑，一个要五光十色的白，一个要不黑不白的红。拖到2003年，眼看项目毫无进展，戴英一咬牙一跺脚，跟这群虫子一起，怎么能搞好战车？自己来！2003年，英国正式开始集百家之长，说人话就是全球招标，但项目始终不太顺利。次要原因是戴英日益增长的宏伟蓝图与不断萎缩的国力之间的矛盾。比如戴英提出要开发电动装甲，最后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没钱。此时英国属于口袋没有经费，仓库短缺装备，将军多如牛毛，挥刀砍向部队，甚至不得不开始了国防部大清仓。英伦三岛，最大军火库国防部倒闭了，王八蛋首相布朗欠下了360亿英镑预算，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装备低工资造价3.2亿的空训航母25万捷豹装甲轿车6.5万的陆军车，通5位数，等你挑，等你来。首相王八蛋，首相你不是人，我们辛苦干了给你干了几十年，你不批预算，你还我血汗钱。
眼看陆军装甲仅剩下1984年入役的博物馆老将武式步战车，1991年订购的挑战者二爷爷，以及众多的路虎军车、侦察车等。2010年深感帝国5倍废弛的国防部痛下决心，与通用达成合作，这就是后来的阿贾克斯。在戴英的 PPT 里阿贾克斯不仅仅是战车，还是通用的装甲平台。一款车型能衍生出步兵战车、装甲指挥车、机动侦察车、工程支援车等6种车型，满足陆军全部装甲需求，是不是很熟悉？彬彬表示这活我熟啊。此外，它还拥有优秀的防护能力，强大的火力输出，能有 C-17空运，研发中的强大通讯系统能极大提高战场感知，成为现代装甲部队核心。那真是既能战场打杂，也能突击侦察，既能火力专精，还能款式百花。你要问我对标的哪一款竞品，当然是红警多功能运兵车。除了无与伦比的功能及百家之长的配件，也是优中选优。整机设计出自美国通用，火控系统来自美国洛马，光电系统取自法国泰雷兹，发动机来自德国 MTU， 还有挪威的遥控武器系统。应该说这次英国动作相当迅速，2012年设计通过评审，2014年首辆原型车交付，几个月后便以35亿英镑订购了589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2017年交付，2019年列装。我战车畅通无阻，畅通无阻啊！不过，计划高歌猛进之际，不少专业人士也提出担忧，比如通用迷人的工程管理，首批100辆阿贾克斯在西班牙工厂生产总装，其余才转到英国。众所周知，作为工程师能算错小数点搞得潜艇超重70吨的西班牙超人，产品质量一向比较迷人。当然，这次他也不负众望，整了几个狠活，在后面说啊。另一个则是奇特的外包，阿贾克斯的炮塔被通用交给了洛马，洛马又转包给了德国莱茵金属。另外呢，戴英还将为主炮供应埋头弹的合同交给了英国 BAE。你也别管能不能用吧，你就说整合能力强不强吧。更离谱的还是戴英专业团队，原本英国早早从国际军火商 CTA 订购了一批主炮，用于升级武式战车。您猜怎么着？经过多年延期，大笔英镑打水漂后，咱不升级了。考虑到退货得赔违约金，英国国防部果断决定，没法子呀，阿贾克斯这炮给你了。别急，还有高手呢，重量级底盘，来自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阿斯科德项目，后来被通用收购。一压 N 尺的通用修改后挪给戴英，之后又用到美国 M10 布克，这个咱们聊过了啊。当然了，此时寄予厚望的戴英毫不在意，为了多快好省的建好战车，2016年戴英特意给通用开了绿灯，考虑到子系统开发进度不一，可以先交付白板车，服役后再升级。为此，通用专门为6种车型提供4种降级交付方案。好家伙，6种车型，4种交付方案，2家工厂制造，再加上各种外包、炮塔、炮弹，分属3家的设计，印度阿琼都没这么缝啊！在优势在挪的康庄大道上，2016年，国防大臣法伦还提出了一项宏伟蓝图，组建全新的火力协助打击旅，以阿贾克斯为作战核心，提出让仅有的3个装甲团中的1个全面换装阿贾克斯。当然了，这也是戴英的传统技能了。Humphrey should have seen this coming and warned me. I don't think Sir Humphrey understands economics, Prime Minister. He did read classics, you know. What about Sir Frank? He's head of the Treasury. Well, I'm afraid he's at an even greater disadvantage in understanding economics. He's an economist. 2017年，在多方的精诚合作下，首批测试车按时交付。经过测试团队紧锣密鼓的工作，2018年，测试人员向上级汇报了一个小问题：这车噪音特别大。等到2019年，由于测试团队越来越多的工伤，问题终于引起国防部注意，旋即成立了调查小组。经过足足1年的调查，2020年调查报告发布，确实有点小毛病。其实已经压根用不着查了，因为此时测试团队有270人出现了恶心耳鸣、关节肿胀，30多人需要长期治疗，其中4人遭到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说人话就是差点聋了。剩余人员呢，不得不戴上降噪耳机才敢上车，甚至专门出台了测试新规，要求最多只能在车里待1个半小时。如果只是这，
倒还好，问题是阿贾克斯呢还采用先进的防疲劳设计，行驶时伴随剧烈震动，导致零件故障率奇高，战车电子系统也出现损坏。本来设计是既要又要，结果成了既造又闹。这倒是发现迅速。早在2018年，国防部便要求通用升级设计，减少震动，但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坚称设计不存在问题，且根据出厂检查震动符合要求，所以不予置评。随后双方呢各退一步，通用送来最新车辆重新测试。好消息是确实改了，坏消息是问题更多了。这次强烈的震动导致阿贾克斯最高速度无法超过32千米每小时，倒车时无法越过20厘米障碍物。更震撼的是，戴英还发现由西班牙生产的前100个车身的质量奇差，车身悬挂长度不一，车身两侧不平行，焊接不合格等等等等等。由于问题太多，通用查了一圈也没把锅甩明白，甚至无法确定是设计还是质量导致的震动。并且由于主炮原本不是专门给阿贾克斯的，强烈震动的副作用则是主炮无法在移动中开火。后来坊间有诗一首：红旗易帜帝国秋，狂废装备大看军州，一会谁批经费来，赤字空时甩卖跳楼。车自研发泪自流，一座炮塔3处杂糅，震动无计可消除，财伤人愁又添车愁。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通用呢救救啊，别慌，忙着呢。在阿贾克斯的问题如同火山喷发之际，通用的工厂居然在热火朝天的生产。截至2021年12月，工厂建造了324个车体，有143辆战车组装结束，通过验收。由于如此我行我素的甲方，戴英呢倒也不能说不管，而是管了也不太管用。2020年5月，英国国防安全局发布阿贾克斯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报告，但很快便被撤回。负责测试的国防科技实验室装甲试验发展部队多次发出警告，但均未得到处理。一直到2020年12月，阿贾克斯的测试工作才终于被叫停。几个月后，花了足足32亿英镑收获一堆废品后，戴英才叫停了继续给通用打款。是的，虽然战车问题不断，但戴英的钱一直没断过。图啥呢？图零吗？这次测试暂停的原因也简单，测试人员顶不住了，并且由于动静太大，议会老爷也开始口诛笔伐。前国防大臣弗朗索瓦更是直抒胸臆，俄罗斯人肯定会因为阿贾克斯笑得尿裤子了。随后，国防采购部长奎因被叫到议会接受质询，然后他就展示了一把戴英人均汉弗莱的水准。我对此类故障感到震惊。阿贾克斯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但他依旧不会被放弃。希望阿贾克斯能成为世界领先的武器，国防部对此有充分信心。我们与通用签订的合同非常可靠，但这并不代表通用会出钱解决问题。我们正与通用就噪音震动问题展开密切合作，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紧接着，更多的消息传来，负责审查问题坦克的西蒙爵士年薪28万英镑，自2018年以来孜孜不倦领了12万英镑的奖金。而这个花了30多亿英镑的项目，居然无人统筹管理，仅有几人各自负责，还多次更换。当受伤的测试士兵向通用威尔士工厂提出索赔后，威尔士政府居然用公共资金垫付了赔偿。当然了，既然是垫付，肯定要还，但通用仅需以每年100万英镑的速度偿还即可。当然了，如此顺利也得归功通用上面有人。2015年，离任英国陆军总司令、总参谋长的彼得·沃尔于结束任期后，次年加入通用动力公司担任董事，薪酬超30万美元。当年负责监督国防部签订阿贾克斯订单的威尔克斯少将，在2023年退休，旋即被聘为通用动力陆地系统英国公司的业务总经理。没法子，史密斯议员太想住别墅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噪音响，震动强，英吉利战车前途辉煌；下联投入高，问题广，不列颠质量声名远扬。原以为这烂摊子要彻底黄了，没想到随着2022年风云再起，戴英意识到可不敢丢战车呀，战车要是丢了，陆权就不保了呀。
宣布将现有的挑战者2坦克升级为挑战者3。那个走到崩溃边缘的阿贾克斯也终于得以重生。国防大臣华莱士信誓旦旦表态，将在2025年交付。直到此时，噪音震动依旧没能解决，号称最强大的通信系统也没开发出来，甚至作为一款步战车，阿贾克斯重达42吨，只能部分拆卸后才能装入 C-17 运输机。没法子，我代英自有国情在此。不得不说，阿贾克斯全能战车的设计理念非常先进，但在代英奇特的外包、通用离谱的管理以及西班牙惊人的制造下，这个原本的未来装甲核心最终却成了跑得慢、火力差、设计全能但啥不行的典范。阿贾克斯的困境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个例。1802年，英国工程师理查德发明了首个铁路蒸汽机车。然而，当年雄居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连一条高铁也修不完。1917年，由英国农业机械专家特里顿爵士研发的首辆坦克开进一战战场。没想到的是，这个当时操纵困难的战车，在日后彻底重塑了战争形态。然而2009年，随着挑战者2坦克生产线的关闭，作为坦克诞生地的代英自此失去了独立制造坦克的能力。1923年，英国建成了首艘专门的航母竞技神号。然而21世纪英国最先进航母伊丽莎白级却在漏水、断轴、起火的故障漩涡中来回往复。与已经诞生100年的坦克相比，现在的代英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100岁老人。